当人们提及硅谷这片神奇的土地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巨头，他们推出的每一款产品都在加速推进着人类的现代文明进程。在这片创新的热土上，有一家企业用不到25年的时间创造了商业奇迹。它曾经登顶全球市值榜首，拥有超过10万名员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这家公司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用户最多、占比世界43%的电子邮箱服务，推出了全世界可以说排名第2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全球市场份额高达70%。它的浏览器击败了曾经的硅谷霸主微软公司，创造了一代神话。这是一家不喜欢迎合世俗的公司，曾经喊出不作恶的响亮口号，也在理念上挑战了传统思维。他把无数疯狂的创意变为现实，开发过无人驾驶汽车，也推出过智能隐形眼镜，被如今无数的科技巨头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也是无数风投和创业者问的最多的公司。如果你要和它竞争怎么办？它就是 Google。这期内容将为大家全方位介绍这个影响世界互联网格局的企业，也是众多程序员心中如神一般地位的公司。Google 的创始人有2位，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这2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家庭都出自于前苏联，并且都是犹太人。佩奇的父亲卡尔是密歇根大学著名的计算机教授，他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和世界权威，也是首批获得密歇根大学计算机学位的本科生。他的母亲是一名数据库专家，也是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并且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因为佩奇的父母都从事于计算机研究工作，早在1978年，他们家就拥有了第一台家用电脑，并且在父母的熏陶下，佩奇从小就热衷于计算机技术。他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能熟练地操作电脑，比他大9岁的哥哥从密歇根大学放假回家时，佩奇已经能帮他写计算机作业了。高中毕业前，他还用乐高制作了一台可编程的绘图喷墨打印机。佩奇和哥哥一样，继承了父母的优良传统，也顺利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在校期间，他曾经担任国家电子与计算机工程荣誉协会密歇根大学分会会长。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笔记本电脑这个概念，佩奇已经在用笔记本电脑做项目了。1995年，22岁的佩奇拿到本科毕业证以后，就去了斯坦福读计算机博士。其实从佩奇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绝对不算是什么小白人物。1977年是家用电脑刚刚诞生的年代，1978年就拥有了家用电脑，在当时全世界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即使这个家庭条件放在现在的中国，也已经可以秒杀99%的所谓高知家庭，万里挑一也毫不夸张。但是可能很多人感觉佩奇已经是学霸家庭了，那么另一位创始人布林说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布林的父亲迈克尔·布林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一般叫迈克尔的都比较聪明。本来他想做个物理学家，但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苏联不让他进入物理领域，只能改行做数学家去研究经济。他的工作就是计算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高多少，不断地传播正能量，鼓吹苏联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幸福指数世界第一，而美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里。所以基本上属于大半辈子都在骂美国的职业。1977年，迈克尔参加了波兰华沙举行的数学研讨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他外国数学家不需要每天做这种计算去贬低别人，所以索性带着全家人移民润去美国。在当时的苏联，这无异于叛国行为。先后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法国的巴黎，1979年才到达了美国纽约。移民美国后，迈克尔成为了马里兰大学的数学教授，妻子在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的戈达特飞行中心做科学家兼数学家。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其实迈克尔的父亲，也就是布林的爷爷，也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拥有数学博士头衔。布林的曾祖母则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微生物学研究。举家搬迁后，迈克尔家生活得非常节俭，但对儿子的培养却非常用心。1982年，布林9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马里兰大学进行注册登记。
19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同龄人还在上大学课程的时候，布林就已经开始上研究生的课程了。别人暑假打篮球找妹子的时候，布林已经在开发飞行模拟器的3维图形程序了。来到斯坦福之后，布林首次报考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以高分通过入学必考科目，并且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奖学金，进入了斯坦福，能够和教授进行合作。所以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位哥们的布林的学历背景，如果在国内就是中科大少年班的存在，天才中的天才。19岁本科毕业，我们大多数人还在大一徘徊。其实这些互联网大公司创始人的背景都不简单。比尔·盖茨的父亲是著名的律师，创立的律所是全世界最大的律所之一。扎克伯格的父亲是牙医，小扎10岁的时候对编程感兴趣，他老爸就可以请到软件开发人员当他的家教。199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迎新活动中，布林正好带着佩奇这批新生参观校园。这时候，布林已经在斯坦福学习2年了。这2个人初次见面就无话不谈，虽然经常意见不合，但兴趣相近。毕竟2个人都属于前苏联教授家庭，并且都是犹太人，而且从小都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2个人学霸激情就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95年，也就是佩奇来到斯坦福的这一年，从硅谷到华尔街，大家都在关注着一家成立只有16个月的公司——网景公司。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网景这家公司，因为它在历史上存活的时间太短了。但这个公司却可以说是互联网繁荣的起点。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上网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是命令行模式浏览器，也就是说用代码去上网，非计算机人员是不会用的。然后在1993年的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叫安德森的程序员发明了一款叫做 Mosaic 浏览器。Mosaic 是第一款看起来像我们现在电脑上用的浏览器产品，它出现了按钮、滚动条、下拉菜单等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并且在这款浏览器上网页第一次可以把图片和文本放在一起发布。几个月以内 ，Mosaic 下载量就达到了数十万次。这是一个叫詹姆·克拉克的商人从中发现了商机，找上了安德森，于是2个人一拍即合，网景公司成立了。网景做出的第一款改进版的 Mosaic， 也就是后来的网景浏览器，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除了操作界面简单，还比任何的浏览器都要安全，还创造了 SSL 协议，为未来的浏览器安全奠定了基石。浏览器发布的头2个星期，网景的总收入达到了36万5千美元，第2季度销售金额高达1200万美元。4个月内，网景在全球浏览器的市场份额从0增长到了 75%， 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一次商业奇迹。随着网景的上市，安德森也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姚明变成了千万富翁。网景刚上市，市值就超过了30亿美元，而美国国防企业通用动力花了43年时间才达到了27亿美元的估值。它的上市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希望，就是根植于虚拟世界的公司在现实世界中价值数十亿的可能性。虽然网景不久后就惨败给了微软的 IE 浏览器，但它确实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么早期的搜索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的互联网信息因为不受管制，比较混乱。为了让用户更好地在网上查找信息，研究人员最早开发了一系列的搜索工具，比如爬虫、邮件等等。但是这些搜索工具经常会搜到一些无意义的结果，比如你搜个苹果，因为都是水果，我给你整个理出来。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杨致远和费罗尝试了另一种办法，博士俩依靠技术，就2个人纯手工把网站搜索出来，手动按字母排列。搜集的网站越来越多，每个目录容不下时，再细分成子目录，每大类下面有此类，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一直检索到最底层。这就是最早期的门户网站模式。不久，他们的网站招来了许多用户，人们纷纷反馈信息，使内容更加完善。这就是以后来建网站目录起家的雅虎公司。在1995年1月，雅虎和网景合作，在网景浏览器添加了搜索功能，指向了雅虎。
网景浏览器的成功使得雅虎迅速在互联网上崛起，当年的雅虎可以说是如日中天。雅虎的成功也标志着大型门户网站成为互联网的主流。国外有美国在线 AOL 和雅虎作为行业大佬，统治着信息世界。而毕业于麻省理工的张朝阳也带着从硅谷拿到的风险投资回到了中国，开创了搜狐。相比门户网站，在线搜索只是被视为互联网浪潮的衍生品，并没有多少人重视。后来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雅虎无法手工建立目录了，就采用 Inktomi 的搜索引擎。受计算机容量和速度的限制，早期的搜索引擎做得并不好。佩奇在做自己的项目研究时，用了当时市面上一个名为阿尔塔维斯塔的搜索引擎。阿尔塔维斯塔是数字设备公司 DEC 创立的搜索引擎，它提供了20余种语言的查询服务，专门使用语言识别技术，提供各种语言的搜索功能。佩奇发现这个搜索引擎比其他的更快更好，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除了主要的搜索结果，搜索页面上还有很多无用的链接，这说明网站的搜索相关性还不是很高。佩奇认为，这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链接可以利用起来。为了验证他的想法，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络数据库。于是，佩奇向他的老师放出了豪言：“我要把整个网络下载下来。”为了把网络下载下来，佩奇用自己设计的爬虫去搜索整个网络。布林知道后，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也加入了进来。在用爬虫搜索的时候，佩奇发现，通过计算指向某一网站的链接数量，可以看出网站不同的受欢迎程度。他想，既然并不是所有的链接价值都一样，那相应的也可以通过这些链接决定哪个网站更重要。比如说，雅虎主页上有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因为雅虎主页看的人多，这个链接指向的网站也就相应的是更重要的。根据这个理论模型，著名的佩奇排列诞生了，也就是 PageRank 算法。这是佩奇发明的一种链接评价体系，能够给网页排序。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搜水果2个字，网站 A 有苹果的链接，网站 B 也有苹果的链接，网站 C 是梨的链接。2个指苹果，1个指梨，苹果就在前面。当然，如果网站 C 是雅虎这种特别有名的大网站，那么它的权重就高，质量大于数量，梨就在前面了。值得一提的是， PageRank 实际上是借鉴了百度连红的专利。从1996年开始，李彦宏已经在探索类似网站评分和排名策略了。后面李彦宏老婆看着 Google 等各种搜索网站做大，还用着自己老公的技术，再看看自己老公，虽然人在硅谷，年薪100万，豪车别墅，朝9晚5，但每天回家不是浇花就是种树，恨铁不成钢啊。于是2个人晚上促膝长谈，让老公回国创业，这才有了百度。那么再回到我们的佩奇，为了把这个配置 PageRank 算法应用到互联网上，1997年初，佩奇开发了 Backrub 搜索引擎，它可以通过链接向前或向后处理各种网页，这就是 Google 的前身。佩奇和布林很快发现， Backrub 搜索引擎居然比阿尔特维斯塔和英克托米等商业搜索引擎更准确，就把 Backrub 共享到学校的 BBS 上，再也没管，然后自己研究自己的课题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自己的导师和同学居然都在用 Backrub 搜索网页，凭着斯坦福同学和朋友们相互推荐，搜索量已经达到了每天5000次。我们后面会讲到 Facebook 公司，它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最初也是在校内上线的一款叫做 The Facebook 的社交网站，让哈佛的本科生使用。这个网站也是从学校开始流行的。Backrub 在斯坦福大受欢迎，佩奇和布林决定给 Backrub 起一个新名字。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 Google 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及时的100次方，也非常明确地反映了他们开发搜索引擎的目标，抓取互联网海量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但佩奇他们取名的时候把单词拼错了，而且 Google 这个域名已经被注册了，所以就变成了如今的 Google。他们可能也没想到，阴差阳错造出的新单词，在日后的某一天会变成了潮流。2001年 ，Google 被作为动词搜索收录美国词典。根据纽约观察家的一篇文章记录，
当时纽约人在约会前都会 Google 一下对方。但是现在时代又变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大家已经在开始用 LinkedIn 找对象了，毕竟学历、工作经历、信息什么都有，而且证件照居多，可信度相对来说的话是更高的。没过多久，佩奇和布林的计算机就已经装不下他们下载的网页了。为了节省开支，这哥俩不断地购买新的零件，组装机器，去学校仓库翻没人要的计算机，过了好一段缺钱花的日子。1997年9月，佩奇为 Google 搜索引擎注册了域名 Google.com， 而这时 Money 的见底，两个人不得不开始为 Google 找出路。一开始，他们找上了 AltaVista 的搜索引擎设计师，希望 AltaVista 能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他们的 PageRank 系统。但当时 AltaVista 占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 54%，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凭什么要别人家的技术？而且当时 AltaVista 公司的主营业务也不是搜索引擎，主要是想靠广告赚钱啊，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提升基础的事情。于是就跟这哥俩说了拜拜。那么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迄今为止搜索引擎领域的质变，只有 Google 取代奥塔维斯塔的那一次。但奥塔维斯塔没有看到这一点，实际上 AltaVista 的没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大量垃圾网站充斥在他们的搜索结果中。奥塔维斯塔对此的策略不是进一步开发反垃圾、反作弊技术，提高他们的搜索结果的准确率，而是向雅虎等门户网站靠拢，企图通过提供更多的内容来吸引访客。也难怪佩布二人组在和他们谈合作时说的那句奥特维斯塔只是开始，未来属于 Google。 在斯坦福办公室的帮助下，佩布二人组合和其他公司进行了接洽，但谁又能相信两个穷学生搞的东西呢？所以都说 no。 现在来看真的是莫欺少年穷，但当时搜索服务在这些公司眼里也只是五花八门互联网服务中最不起眼的那一种，没有人看好这项技术的未来。经历了一波波质疑，这哥俩并没有因此放弃。既然别人都看不上咱们的技术，那老子就自己搞。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其实在 Google 早期到处找投资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雅虎曾经想收购 Google 开了10个亿的高价，雅虎没有接受，所以错过了收购 Google 的机会。这个故事的真实在于，雅虎确实是有收购 Google 的意愿，但 Google 开出天价的原因是因为这俩哥们已经被惹毛了，根本不想出售公司。毕竟我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没人理我，现在都决定自己创业搞公司了，更不能让别人白白捡了这个便宜。但是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雅虎真的一咬牙一跺脚，花10个亿买下了 Google， 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贱卖公司的地步。一个曾经的互联网第一巨头公司，明明可以做 Facebook 和 Google 的爸爸，结果连儿子都做不了，我也只能说时也命也。之后佩布分别到处找了很多公司拉投资，但收购没人搭理，投资也找不到人。1998年的夏天，转折出现了。斯坦福大学有个创业办公室，专门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通过联系一些硅谷的成功大佬，给学生当红娘拉投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在这儿联系到了 Sun 公司的创始人，曾经的思科副总裁安迪·贝托谢姆。这也是一位顶级巨佬，思科大家应该都听过，做网络硬件起家，局域网系统就是人家发明的。而 Sun 公司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提一个大家肯定就知道， Java 就是人家开发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技术真的改变世界，最鼎盛的 Sun 公司在全球拥有5万名雇员，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它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直接与中国政府展开技术合作的计算机公司。那么回到我们的贝托谢姆，虽然对搜索引擎技术并不熟悉，但是因为是母校介绍的，还是抽空见一下。就跟当时的二人组说，我只有早上上班前有段时间，你们看着办。这哥俩一天二话不说，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扛着自己的服务器来到了贝托的办公室，当场演示了自己的搜索到底有多牛逼。要知道，当时的奥特 Vista 和 ETI 有 60%到70%的结果是不相关的，而两个人的搜索引擎不相关的结果只有 20%到30%。演示完了之后，贝托谢姆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这俩小伙有点东西啊，但技术好归好，总得能赚钱吧？你告诉我是通过广告来赚钱，还是通过销售来赚钱？然后这哥俩也是刚说广告会破坏搜索的质量，所以想通过向其他公司出售自己的技术来赚钱。贝托羡慕一听，哎，不靠广告靠技术，牛逼啊！瞬间感觉这俩小伙子有前途，大手一挥就开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和贝托谢姆见完面，这俩哥们马上跑去汉堡王大吃一顿，庆祝这个成功的开始。有意思的是，当时贝托谢姆都不知道 Google 公司甚至都没有创立，这哥俩属于先上车后补票。为了兑现这个10万美元的支票，才去注册了谷歌公司，而斯坦福大学因为提供了部分用于 PageRank 的专利，也就成为了 Google 的股东。虽然这10万美元很快就用完了，但这笔钱却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效应。大家都听说3公司的创始人、工业界大佬都给 Google 投资了，也开始跟风入股。在 Google 最早期的投资人里，有 NBA 的奥尼尔、施瓦辛格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懂技术，就是别人投啥我投啥，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就是跟风压不住，就跟着发了一笔糊涂财。这一年 Google 被评为100家最好的网站，年底 Google 的搜索量达到了50万次。1999年 Google 通过为企业提供内部搜索服务而开始有的营业收入，但这根本无法带来盈利，因为只有很少的公司会专门为了搜索服务掏钱。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项无足轻重的互联网服务。这时候佩布也把容纳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为了提升 Google 的服务器，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在投资人的建议下，佩布决定去找硅谷最著名的风投公司红杉资本和 KPCB。佩布还在学校的时候，就通过雅虎创始人费罗和红杉资本的总裁莫里茨见过几面，混了个眼熟。后来又通过他们之前的一个天使投资人罗恩，还联络上了莫里茨。KPCB 的总裁约翰则是通过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指导了 Google。贝佐斯既是 Google 的早期投资者，也是布林和佩奇的非正式顾问。不仅如此，约翰还是美国在线的早期投资人，而美国在线恰好也是 Google 最大的潜在客户。这两个风投老板，一个看重佩布两兄弟本人的潜力和他们搜索引擎的技术能力，一个看重的是互联网的前景，都想把 Google 拿下。不过莫里茨和约翰这两个大佬都想独食，如果你想让我投，只能进行2选1，而且我要成为大股东，要对 Google 有控制权。一般来说，能被2个最大的风投公司看中，无论选择哪个对 Google 来说都不错，但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是我全都要。佩布2人组的确缺钱，但又不想失去对 Google 的控制权。如果能说服2家公司同时投资，就可以在保留控制权的同时筹到资金。当然了，也有可能1家投资都拿不到。佩布感觉煮熟的鸭子马上飞了，眼看合作成不了。旁边的罗恩急了，我费这么大劲联系，跑前跑后就这么黄了，怎么可以就跑来神助攻了？罗恩马上联系了 Google 的另一位天使投资人拉姆，这2个人分别与莫里茨和约翰都是好朋友，一起去找莫里斯和约翰说，除非你们2家一起投资，不然这哥俩的性格就是硬核得很，到时候就不跟你们玩了。这项目我们俩都投了，你们也跟上。莫里斯和约翰一听罗恩2个人都这么说了，也是真心想跟着投，这笔生意就促成了。最终 KPCB 和红杉资本分别向 Google 投资了1250万美元，并且同意佩布继续掌控多数股权。但这2个风投大佬也不是白混的，他们为这笔投资增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 Google 必须答应聘请一个经验丰富的 CEO， 帮他们把搜索引擎变成能赚钱的生意。毕竟挣钱这个事情不能靠爱发电，而且当时 Google 连一份像样的商业计划书都没有。我俩是靠爱发电投资的，但你俩肯定不行啊。佩布虽然答应了，但内心是拒绝的。管你什么经验丰富的 CEO， 我们俩又不傻，干嘛找个外人来管自己的公司？反正钱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公司也是我们拍板做决定，能拖1天是1天。佩布宣布红杉资本和 KPCB 同时投资的消息后，其实很多初创公司对此非常眼红，
因为 Google 不但拿到了钱，还保持住了控制权，简直是赢妈了。要知道，1年前的佩布刚拿到第一笔的10万美元投资，还只是在门罗公园附近的一个车库创业办公，1年后就融了2500万。这波操作亮瞎了一众小公司的眼球。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硅谷的很多企业都诞生在车库之中，比如苹果、微软、惠普、迪士尼、亚马逊都是从硅谷的车库中走出来的。当年我刚去湾区的时候，也是在车库创业，是一家华人为了租房子，把车库改成了2个小房间。要知道，车库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空调，6月的夏天，半夜2点钟热得睡不着觉，人人也就过来了。回到我们的 Google， 离开斯坦福还不到1年， Google 从车库搬到了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用户搜索量达到了100万次。第2年，也就是2000年，搜索量继续飙升到了1500万次。互联网泡沫破灭，无数公司关门大吉，而 Google 每天处理的搜索请求已经达到了1亿次，相当于每秒1万次。2001年，在 Google 从红杉资本和 KPCB 拿到投资后，近2年的时间里，佩布2兄弟一直在假模假样的为公司找 CEO， 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候选人，反正是想办法一拖再拖。当然，也不是谁都上赶着要来 Google 当 CEO 的。Google 在业界特立独行，2个创始人又比较固执，让公司一点也不拘于传统，在硅谷的各种互联网公司中显得特立独行，这让很多比较传统的职业经理人避而远之。但皇上不急，太监急啊！红杉和 KPCB 已经急得要发飙了，但这2个人还是不当回事。有压力没动力，压力下见各种人还是要见的，但见一个不行一个。其实比较像现在相亲市场的很多人，父母搞得压力山大，忙得要死也得见，然后呢，见多了心海牙海。最后在 KPCB 的力荐下，一位影响 Google 10年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埃里克·施密特。这一位也是传奇大佬级人物，普林斯顿的计算机学士，伯克利的 CS 硕士和 PhD， 最初在贝尔实验室，也是有着电脑黑客名号的男人。后面去了 Sun 公司做到 CEO 的位置，将 Java 推广到了全世界，然后在诺维尔公司担任 CEO。这公司在微软没有做出图形界面之前的80、90年代，几乎垄断了整个网络市场。施密特是在 KPCB 的鼓励下才去和佩布他们见面的。一开始，施密特对 Google 真的没啥兴趣，平时管上1000人的公司，而 Google 当时只有200人。佩布2人组也是赶鸭子上架，为了安抚投资人，被迫和施密特见面。所以施密特心想，我就是来走个过场。佩布心想，我让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压根儿就没想让这人来。于是施密特来到约定的地点，刚坐下，布林就开始挑刺，说你在前公司诺维尔实行的某某某战略怎么这么蠢？施密特说，怎么可能，你别在这胡咧咧。于是他们来来回回辩论了1个半小时。然而辩着辩着，施密特却感觉棋逢对手，心想，老子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几个人能跟我磕这么长时间的了。而佩奇这2个人也感觉好像和之前来的不一样，这履历可以啊，不仅有做 CEO 的经验，也是 CS 出身，技术能力也不错，至少能听懂我们程序员说什么。不像有些非技术出身，例如一些产品出身，感觉鸡同鸭讲，就会天天不切实际的布置需求。因为 Google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工程师文化，通俗点说，就是程序员说了算。虽然第1次见面没有达成协议，但佩布感觉这人还可以。这个时候，投资人再一次施压，莫里斯威胁他，如果再不找个人来管，公司就把1250万美元撤资。没办法，谁和钱过不去啊？最终佩布2人聘请了施密特担任 Google 的 CEO。施密特上任之后才发现 Google 公司的内部管理简直是一团糟。第1天来公司，他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小办公室，但是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程序员了。作为刚上任的 CEO， 施密特居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办公室，他就默默地搬到了隔壁的一个像储藏间的小房间。没过几周，施密特的办公室又多了一个室友，这个室友是个搜索引擎的程序员，因为自己的办公室人快满了，看施密特这个房间挺宽敞，就搬进来了。在 Google 的文化里，
如果你能轻松伸手就能拍到同事的肩膀，那意味着你们之间的交流和创意的互动就是畅通无阻的。所以，拥挤的环境也是 Google 的一大特色。但在施密特看来， Google 的办公室就像个动物园。施密特一开始完全无法理解 Google 的管理，他跑去和佩布二人说了很多关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比如公司财务管理的软件已经不适合 Google 这种不算小的公司了，他希望能从甲骨文公司买一个大型的商业财务记账体系。佩布觉得这就是浪费钱，纯扯淡。后来弄投资人都看不下去了， KBCB 的大老板约翰亲自下场，直接找来了 Intuit 的 CEO 来指导这3个人怎么分工合作，说服佩布把斯奇密特当成自己人。这时候，这哥俩终于接受了由3个人共同领导公司的管理结构，3驾马车正式建立。施密特管公司财务和经营，佩布管研发，布林负责公司的政策和道德标准。遇到重大问题时，他们3个人一般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施密特名义上是 CEO， 但谁都知道那2个人是一伙的。所以呢，其实公司还是佩布2个人的2人转专场。施密特上任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让 Google 盈利。成立之初， Google 凭着它在搜索引擎市场上打响的第一炮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Google 却还是没有什么收入。虽然有了知名度，但是 Toby 除了个别公司外，没有什么公司愿意购买 Google 的搜索引擎服务。虽然不配2人组并不关心怎么发家致富，但1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是真做不下去啊，后面就更别谈什么梦想了。但为了不损害用户的信任， Google 坚决不在界面上投广告，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用户和搜索质量上。因为他们觉得以广告作为资金支撑的搜索引擎本质上更倾向于广告商，而把搜索引擎做得越好用，用户就越不需要广告来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方向是没有错误的，用户体验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用户体验和情怀的确是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不盈利公司怎么活下去？活不下去就更别谈有你的搜索引擎了。所以活下去的同时，但又不放弃自己的原则， Google 决定转移重心，不浪费时间在提供企业搜索服务上，他要争取广告商妥协，通过出售搜索页面上不起眼的目标性广告来给企业获利，但是搜索结果仍然是免费的。这个时候，一家叫 GoTo 的公司吸引了赛亚马车的注意，后面这个公司改名叫做 Overture。这家公司最出名的创造了一代先河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竞价排名。Overture 是做搜索广告起家的，当时雅虎、美国在线等主流网站搜索结果旁边的广告都是他们提供的。他们利用竞价排名来吸引广告商，广告付的钱越多，排名越靠前，点击量越大。后世演变的商业模式更是数不胜数，花钱买热搜、雇水军等等，基本上都是基于此。正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前浪随后被雅虎收购，也的确是死在了沙滩上。Overture 依靠这种搜索广告模式大赚一笔，但是 Google 却非常鄙视 Overture 这种付费排名的做法，觉得不论质量的搜索排名也很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佩布2人组认为 Overture 这是拿口碑在换利润，妥妥的鼠目寸光行为。但是骂归骂，架不住真香定律，人家也的确是能搞到钱。于是在施密特的强烈建议下，付费还是决定学习一下这种搜索广告的模式。不过广告费得赚，但是不能让广告影响页面搜索。毕竟 Google 的招牌就是干净的主页界面，于是他们不在主页上投放任何广告，将搜索结果页面用一条垂线分开，2/3用来发布免费的搜索结果，1/3放到右边，发布以文本为基础的广告。这个做法大幅增加了 Google 可用于发布广告的空间，也增加了用户点击广告的几率。只要是出现的广告都会贴上广告的标签，而且广告也不会影响网页排名的客观性。简单来说，就是站着把广告费挣了。就这样，2000年年底 ，Google 的搜索广告系统 AdWords 正式上线。这一年搜索广告收入700万美金。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到处都是花里胡哨的横幅广告，
弹窗式广告，经常一整页都是广告。Google 简洁的页面在这中间脱颖而出，它不影响用户体验，也为它早期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群。用户规模有了，虽然 Google 广告的投放量不多，但收费是一般广告的10倍，随便插点广告都可以赚到盆满钵满。几个月过去，配部对于他们的广告系统又有了新的想法，根据相关性来为广告排序。他们会同时根据广告商的出价和用户点击广告的频率来为广告排序。受欢迎的广告会自动排在最上面，不受欢迎的广告排名则会下滑。他们的逻辑是，点击率更高的广告相关性更强。换句话说， Google 是将广告排序的权利交给了自己的用户，广告出现的位置取决于用户的拉动，而不是企业的推动。Google 不是第一家做搜索广告的公司，但是他们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广告排名方式，所以 AdWords 可以说是搜索广告的一座里程碑。不过 Google 的名声鹊起，还是要谢谢微软这个竞争对手。2000年，微软在一起重大的诉讼案中败诉，还记得前面讲的网景浏览器吗？比尔·盖茨意识到微软错了，未来不是属于 PC， 未来属于互联网，所以开启了互联网历史上第一场浏览器大战。这段内容我会讲微软公司的时候给大家详细去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微软在操作系统中绑定的 IE 浏览器违反了反垄断法。比尔·盖茨和微软垄断者的形象一下子传开了，遭到了千夫所指。而 Google 白白捡了个大便宜，全靠同行衬托。在微软这个恶棍的对比下，酷狗就是一只妥妥的小白羊。他们奉行不作恶的理念，两个年轻创始人也是出了名的好人。Google 还一直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般的使命感，让所有人自由访问世界上的任何信息。受到负面新闻影响的微软只好缩起头来，好好做人，从一些新市场退出。本来准备上线和 Google 一较高下的搜索引擎也放弃了。我只能说 Google 是天选之子，如果盖茨真的去做搜索引擎，现在的世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就这样， Google 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2000年5月的《纽约客》杂志上， Google 被描述为最先进的数字化搜索引擎。数字时代则描述 Google 是犀利的激光柱，而它的对手是一根根木棒。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硅谷的技术公司纷纷倒闭， Google 却发展得如鱼得水，开始向互联网用户进一步推广他们的产品。他们让其他网站添加 Google 的搜索框，让用户使用这些网站则可以获得介绍费。对于这些网站来说，他们既能用 Google 提升自己网页的搜索质量，又有钱拿不拿白不拿。所以一下子，世界各地的网站都跑来为 Google 摇旗呐喊了。到2002年，已经增加到25000家网站，形成了一个难以超越的网络体系。广告生意方面， Google 在销售主管科德·斯奈尼的领导下，成功吸引了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和主要汽车商 EGA 都纷纷加入了 Google 大军。同年， Google 和雅虎签订协议，取代 Inktomi 为雅虎提供搜索服务。雅虎作为当时的互联网巨头，和 Google 的交易一下子提高了 Google 的存在感，每天都有数百万的新增用户加入。Google 和雅虎的交易是 Google 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巧的是，在和雅虎达成合作的第二天，雅虎宣布以4.3亿美元收购伊格鲁普斯，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正是佩奇的哥哥小卡尔·佩奇。这也使得 Google 和雅虎的关系更进一步。不过，雅虎在这沉迷和 Google 小贴贴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此时的小兄弟里 ，Google 未来将会成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2002年，销售主管科特·斯奈又帮 Google 谈下了一个大业务：美国在线宣布采用 Google 的搜索引擎和广告系统。美国在线在互联网上拥有3400万的注册用户，在这之前，美国在线的搜索服务都是由竞争对手 Overwatch 提供的。这也吸引了更多的公司来和 Google 合作。几个月后， Google 又从 Overwatch 中抢到了价值1亿美元的合作案。同年， Google 采用了新的广告收费模式，按点击量付费。这一年， Google 搜索引擎的销售额达到了4.4亿美元，利润也高达1亿。到了2003年，
Google 就超越了 Overwatch， 当上了搜索广告市场的老大。2000年到2004年，雅虎和 Google 合作，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雅虎。前面说了，雅虎是最早的门户网站，并且在 Google 成为主流搜索引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户都是通过雅虎这个门户网站访问互联网。那么当年的雅虎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从1996年到2006年，这10年间，雅虎一直是全球互联网排名第一的公司。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在当时的雅虎面前，没一个能打的。包括 Google 在内的一众公司，有一说一都是弟弟。在2006年全球互联网公司前20名中，雅虎、雅虎日本和雅虎中国分别位列第1、第7和第14。但在2004年，时任雅虎 CEO 塞缪尔做了一个史上最蠢的决定，和 Google 在搜索领域竞争。在此之前， Google 在搜索引擎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Inktomi， 但已经被 Google 打得活不下去了。雅虎果断出手，收购了一定的 Tomi， 而之前提到的竞价排名的始祖 Overture 收购了老牌搜索引擎公司奥特维斯塔 Ultra， 也想在搜索领域和 Google 一较高下，结果被 Google 几次毒打脚一下，股价一落千丈。雅虎趁势又收购了 Overwatch。到此为止，市面上最大的搜索只剩了雅虎和 Google。后面雅虎果断终止了和 Google 的合作。本来雅虎的收入主要是靠传统的品牌广告和在线搜索广告。在品牌广告方面，雅虎拥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因为品牌广告在广告业中占主导地位。像可口可乐、强生这样的公司，一年要花近100亿美元打造品牌。品牌广告这份蛋糕本来就已经够老虎吃的了。而在线搜索广告是技术的竞争，是针对中小商家的，和雅虎最初的市场是没有冲突的。这是 Google 的强项，而且当时的 Google 已经是搜索领域的老大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经被打倒了。这时的 Google 占全球搜索量的70%以上了，而雅虎还要在搜索领域去挑战 Google。我个人认为，雅虎这个决策最失败的有2点。第一点，雅虎从始至终都没有做过自己的搜索，和 Google 合作前一直在用一个 Inktomi 自己收购的公司，都是 Google 的手下败将，而还要去挑战 Google。而第二点是他们的理念，面对海量的搜索信息，他们的搜索优化方式竟然崇尚传统媒体的以手工编辑工作，而不是用技术、用计算机去自做自动处理，都是采用人工成本去归纳采集。在雅虎的搜索业务卖给微软之前，雅虎一直采用手工调整搜索结果。以上2点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离谱了，而后面雅虎和 Google 的竞争方式，我认为才是最令人大跌眼镜了。因为雅虎决定在技术上和 Google 一较高下，但却选择的不是重点提升搜索引擎的搜索能力，而是在广告系统上进行完善。现在看来，属于治标不治本的环节，其实无论是搜索还是搜索广告，根本就不应该竞争。塞缪尔成立了雅虎研究院，先后换了3个工程副总裁，最终只搞出了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 Panama 广告系统。Panama 广告系统不仅延迟推出，并且并没有让雅虎的广告收益有本质上的提升。结果塞缪尔导致自己信用破产，被扫地出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他离职时，从雅虎拿到了3.5亿美金的期权作为奖金，而让 Google 业绩增长100倍的 CEO 施密特，长期只拿1美元工资，离职时也不过拿了1个亿的美金。塞缪尔走后，继任者是原首席财务官苏珊·德克尔，他精通财务，如果前面的塞缪尔操作已经够离谱了，那么这个姐妹的操作就是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家了。实际上，雅虎作为 Google 的投资者，持有 Google 相当多的股票。正常人的逻辑是，如果打得过我，雅虎就是互联网的老大，损失掉到 Google 的股票，则是无关大局的局部损失。但赢得的是整个互联网，打不过我也持有股票，可以成倍套现。最差卖股票也是以正常的价格去卖 Google 的股票，但德克尔却以低于 Google 上市价的82.62美元，在其上市前卖给了投资公司。如果雅虎一直持有 Google 的股票，到2006年底，股票价值就会超过40亿，
这笔钱比雅虎从成立到当时的运营利润总和还要多50%。如果持有到现在，就是躺着数钱的节奏了。但到最后结果就是德克尔曲股都还没做热，就被投资人赶下台了。现在来看，如果没有 Google， 几乎可以肯定，雅虎今天依然能够雄霸互联网，即使是在搜索领域，也可能是王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既生瑜何生亮。Google 的营业额和利润原来只是雅虎的零头，但它能够保持每个季度2位百分数的增长，业绩年年翻番。上市后不到1年就超过了增长缓慢的雅虎，到2006年已经把雅虎远远甩在身后。在 IT 领域打败对手一时爽，一直打败一直爽。Google 最后赢者通吃，2007年的时候，两家公司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2014年 ，Google 的利润已经能达到142亿美元，而雅虎只有区区的2.4亿美元。再往后，他们就不再属于同一重级的企业了。后期在和雅虎的竞争中，已经不限于搜索领域了，邮箱、地图，甚至财经服务也在竞争领域中。Google 的财经服务曾经长期落后于雅虎，高层很不满意，干脆把这个项目下放到印度去做了。结果 Google 发现，真正的队友往往以对手的形式出现。2012年，雅虎新上任的 CEO 对雅虎财经进行改版，失败了很多，原来的信息都找不到，也反而帮助 Google 在各方面超越了雅虎。对于 Google 和雅虎的竞争，雅虎之所以失败，大致有2个原因：一是在技术能力上 ，Google 有很大的优势；二是在执行力方面，雅虎也远没有 Google 那种蓬勃的氛围。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CEO 的迷之操作就已经让人看不懂了，而且是接连几任 CEO。雅虎5年期换 CEO， 职业经理人的战略失误直接葬送了雅虎的前程。而且雅虎所有的摊子都铺得太大了，什么都想做。从搜索、广告、邮箱、IM、即时聊天、找工作、财经资讯、旅游订票，公司整体没有一个主攻点，各自为政。除了雅虎邮箱，其他所有模块都是行业的第2、第3。但互联网讲究的是28法则，10个第2也没有一个第1有价值，而且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研发部门，甚至无法从产品部门拿到真实的数据做分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当年的雅虎确确实实发生了。后面的雅虎随着时间增长越来越颓势，让 Google 全面反超，就此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早期投资了阿里巴巴40%的股份和35%的投票权，这也是雅虎后期唯一的资产。到后面所有的核心业务全部出售，连名字都没有保住，改名为 Oath。回顾雅虎的兴衰，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创始人国人杨致远，祖籍湖北，生于台湾斯坦福求学，创立雅虎，执掌雅虎17年。几次试图退居2线，又不得不几次回到1线。经过多次股权更换，杨致远只掌握着公司不到10%的股份，大部分股份都掌握在华尔街手里，对公司已经没有什么控制权，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人都感觉杨致远是一个英雄式的悲剧人物，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开创了互联网一代先河的创始人。在雅虎之前，互联网都是收费为主，每月都会收取费用，就像吴军博士所言，100年以后，如果人们只记得2个对互联网贡献最大的人，那么这2个人很可能是杨致远和费罗。他们对世界的贡献远不是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公司更重要的是制定下了互联网这个行业全世界至今遵守的游戏规则：开放、免费和盈利，并且发明了一种让用户和客户不是同一人的新型商业模式。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我们得以从互联网上免费得到各种信息，并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分享信息，我们的生活得以因此改变。也许100年后，雅虎公司将不复存在，但是人们会把他们俩和爱迪生、贝尔及福特相提并论。回到我们的 Google，2004年和雅虎的竞争，除了在搜索广告领域，当时的用户上网最常做的2件事，一个是搜索信息，二是交流。Google 已经主导了搜索领域，下一个领域就是交流。那么当时最大的网上交流不是即时通讯，而是电子邮件。
但当时的电子邮件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了，比如美国在线、雅虎、微软，尤其是雅虎的电子邮件是全球第一的邮件系统。Google 想要超越他们，必须做出一款有突破性的产品。那么，当时的电子邮件有什么缺陷呢？最大的缺陷就是容量限制。雅虎只给出了4兆的存储空间，用户没有办法查找很久以前的电子邮件，必须定期整理删除邮件。还有美国在线的邮箱，为了控制成本，30天后会自动删除邮件，要么就要付费来买更多的存储空间。而这时 Gmail 横空出世。Gmail 邮箱突破在于，它为每个邮箱账户免费提供了1个 G 的存储空间，这个数字是微软提供免费空间的500倍，雅虎的250倍。一开始 Google 只发布了邮箱的测试版本，他们把产品先给1000个人进行内测，再让这1000个人用邀请的方式把数量有限的 Gmail 账号发给亲朋好友使用，这样就可以在内测中把一些 bug 提前规避掉。2004年愚人节这天， Google 正式推出了电子邮箱服务 Gmail。 本来网民已经接受大容量电子邮箱要收费的观念，付钱给雅虎和微软获得更多的存储空间。 Google 倒好，直接送了1个 G 的大容量免费存储空间。这样一来，市面上的电子邮件再也不可能直接收钱了。当时的雅虎和微软有几亿的电子邮件用户，要是给每个人都提供1G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但是为了和 Google 竞争，他们只能遵守 Google 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 Gmail 在正式推出前， Google 的工程副总裁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出了 Google 准备在 Gmail 中投放广告的消息，引发了一场 Google 侵犯用户隐私的风波。马赛诸塞州当时还出台了关于反对 Google 邮箱的专门法案，很多隐私权的维护者也开始请愿一起反对 Google。 这是 Google 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质疑，因为电子邮件属于个人隐私，所以 Google 基于邮件内容投放广告的做法受到了巨大争议。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的佩布2人组毫无防备，也没想到新产品会受到这种反响。一时之间， Google 屠龙者终成恶龙的形象跃然纸上，遭到了口诛笔伐。不过在佩奇看来，关于隐私权的争议就是没事挑事，于是他找来了隐私界的一个朋友布拉德·邓普顿。这个邓普顿不仅是鼓吹隐私权的代表，也是网络经济界的元老。我们熟知的互联网后缀点 .com 中的点就是邓普顿提出的。在邓普顿看来，用户不能指望电子邮箱比明信片更安全，毕竟明信片也是要交给第三方处理的，而且提出了让 Google 加密邮件，这样就能在技术上确保不可能搜索整个邮箱。在邓普顿的带节奏下，终于稳住了舆论，而且很多人用了 Gmail 超大空间后不需要付费，也都被真香定律打败。Google 这次隐私争议随着越来越多人用了 Gmail 邮箱而逐渐消退。现在的 Gmail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电子邮箱，占比全球 43%。 Google 推出 Gmail 的第2年，又紧接着推出了 Google Maps 和 Google Earth 地图服务，这2个领域以前都是雅虎的强项。但是为了给用户一个全新的体验， Google 购买了卫星照片，把传统的电子地图和卫星照片结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地球上每个地点真实的3维俯视图。用惯了雅虎那种只有街区位置的2维地图， Google 地图也不出意外大获成功。回首 Google 的成功，其中不作恶 Don't be evil 的企业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例如，为了应对用户弹窗式广告的厌烦，雅虎选择了植入式广告，向企业或者网站收费，保证他们的广告出现在相关搜索的地方，也不会明示那些是广告。这种植入式广告市场规模从2003年的2亿美元成长到2005年的6亿美元，让雅虎大赚了一笔。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 Google 还是坚决不搞付费排名，才获得了互联网用户的信任，能够在和雅虎的竞争中获胜。曾经有一个犹太大学生在用 Google 搜索有关犹太关键词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反犹太网站，不管怎么搜，它都排在网页的顶端。他就通过 BBS 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并给 Google 的客户邮箱发了一封建议信，希望能够撤下这个仿犹太网站。这个大学生没想到，
他的建议会引起 Google 高层的激烈讨论。撤下搜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Google 一部分人认为， Google 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目的只是客观地告诉人们搜索结果，至于搜索什么结果，并不属于 Google 的管理范围。Google 的搜索一向标榜开放式来源和民主价值，是强调全球透明化力量最强的单一引擎，所以不能通过人为的力量操纵搜索结果。但另一部分人认为，原则固然重要，但如果把一些恶意的网页放在搜索结果中，一定会引起用户的不满，影响声誉。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决定以用户意见为优先，工程师们加班加点，设置另一套算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再次 Google 搜索时，已经看不到那个网站了，而且 Google 专门做了一个网页来解释这类事情，大意就是声明搜索结果中的观点并不代表公司的观点。Google 很乐意为用户解释这些搜索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搜索服务中。对比当年百度的魏则西事件，患有晚期滑膜肉瘤的大学生魏则西被百度搜索出的网站误导到武警北京市总部第2医院就医，接受了未经审批、效果未经确认的所谓肿瘤生物免疫疗法，耗费大量治疗时间之后，因病情耽误不幸去世。这件事让武警北京2院背后的莆田系民营企业浮出水面，爆出了百度竞价排名的丑闻，也促使国家工商总局后来规定，付费搜索必须标明广告。魏则西事件使得百度的形象一落千丈，公众痛骂资本的丑恶。其实平心而论，因为我也是程序员出身，我始终感觉技术无罪，只是用的人不同。如果没有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那么所有的搜索引擎公司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它打开了一条让大家活下去的路。但是技术无罪，用的人却是三教九流，什么都用，它就是一把双刃剑。但作为平台方，需要有一套过关的审核机制，让你的技术不能无限制的让任何人去用，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第三方。这是作为平台方，作为公众平台，作为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肩负的使命和义务。时间回到2004年4月28日上午10点 ，Google 的查理饭厅挤满了上千名员工。听到布林站在台前向大家宣布 ，Google 已经向证监会正式提交了上市报告，并且将融资$2718.2828美元。好吧，这个数字太长了。这个数字是 Google 首次公开募股的融资额，也是数学上自然对数底数亿的前10位。Google 的上市是历史上最大的 IPO 之一。当时由于下载和阅读 Google 上市文件的人数太多，导致美国证监会的网站一度崩溃。对于硅谷大部分公司来说， IPO 都是终极梦想，而配布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希望 Google 上市。Google 其实是被美国公司法逼得不得不上市的。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在经营上有许多方便之处，外界没有人知道 Google 的任何商业细节，也没人能干涉 Google 的决策。这样就可以在商业竞争中出奇制胜，闷声发大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且公司没有任何债务，资金自筹，根本不缺钱，也不需要通过公开售股来集资，可以说发展的顺风顺水。但根据美国现行证券法规定，当一家公司股东超过500名，且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规模以后，即使不上市，也必须在第2年的100天内公布财务情况。Google 大部分员工都有股份，而且投资人也希望通过上市回收投资，所以上市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佩布从来不是任人摆布的性格，就像当初被莫里斯和约翰逼着雇个 CEO 一样，即使是要雇，也得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同样的，在 IPO 这件事上，他们也不需要华尔街来指手画脚，他们要想办法实现对 Google 首次公开募股的全面控制，并且保证公司在上市后不受华尔街的控制。于是 Google 在 IPO 时做了3件惊人之事。第一，就是采用拍卖的方式决定 IPO 的股价。一般来讲，上市的定价都要低于实际价值，例如百度上市的时候只有$27，是上市收盘的1/4。而上市承销商会控制原始股的配额，除非是重要的大客户，否则一般人根本拿不到认购权。简而言之，中小投资者根本没办法买到原始股，
那么收盘价暴涨是一定的事情，上市承销商和大客户就可以大赚一笔。而 Google 采用的竞拍方式会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让机会平等，大家都有钱赚。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一次融资拆成3次。一个公司上市融资肯定是希望融资越多越好，但这样就会稀释掉大量自己的股票，公司和现有股东未必能够得到最大利润。而显然 Google 第一次融资并没有充分融资，而首次融资后的2005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融资，以295美元融资42亿美元。虽然金额大，但比 IPO 时只涨了3倍，只增发了很少的股票，保证了公司和现有股东的利益。这还没有结束，2006年5月，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将 Google 纳入其中。以往其他股票被列入标准普尔500，股价会上涨10%到20%，炒家会在得到消息后打信息差，从中套利。而 Google 则利用这次时机进行第3轮融资20亿美元。总的来说， Google 在2年多的时间里3轮融资80亿美金，稀释了不到10%的股份，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上市行动。第3个特点就是向巴菲特学习，将股票进行拆分。要知道，一旦华尔街通过收购股票掌权，一个公司就会指手画脚，前面的雅虎就是例子。在2008年，甚至威胁撤换雅虎整个董事会，直接由他们管理。正是因为这个， Google 迟迟不愿上市。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做法是发行 A 和 B 2种面值的股票， A 股的面值是 B 股的30倍，投票权是 B 股的200倍，而 B 股永远不能转换成 A 股。但是反过来， A 股可以在任何时候转成 B 股。所以巴菲特和他的一众投资人都是拥有大量 A 股。由于 A 股的每股股价高达几十万美元，散户和很多基金经理资金不充裕，也无法购买，这样就保证了绝对控制权。而 Google 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A 股只有1个投票权，而 B 股有10个投票权。而且要命的是， B 股不能流通，只有换成 A 股才能出售，而 A 股永远不能换回 B 股。其结果就是，不管有人从市场上购买多少 Google 的股票，都买不到 B 股。创始人拥有10%的股票，就可以拥有绝对多数的投票权，这样华尔街就永远无法干涉 Google 的发展。后面国内的京东和百度也都是采用类似的股权结构。Google 在把上市报告交给美国证交所的同时，还附带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公开信息中加入一封创始人理念的公开信。这完全是佩布2人的个人想法，想以此展示顾客的个性。公司其他高层并不同意，但是不同意也没办法，毕竟公司还是这2个人说了算。在这封信里，佩布他们借机警告了华尔街的人，不要插手 Google 的上市。不过这封信并不是最后被公之于众的版本，而是半道被莫里茨拦路截了下来。布里茨修修补补，把一些言辞激烈的话都暗戳戳地改掉了，怕惹毛了华尔街的人。但这封信还是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抨击，除了内容激烈，在文件里佩布他们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股东直呼其名，那些官员们要求他们修改文件，用权称呼董事们。但佩布鸟都没鸟他们。2004年4月29日 ，Google 正式 IPO 上市，但这远远不是结束，而只是 Google 未来的开始。回顾 Google 的历史，如果没有 Google， 可能搜索引擎的市场会是雅虎填补这块空白，就像中国如果没有百度，但迟早会出现腾搜、阿搜去弥补。但 Google 这家公司给世界带来的理念和革新是别的公司无法给予的。从佩布2人组开始创业到上市， Google 对技术的执着从未停止。工程师文化让整个公司对工程师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工程师在公司的地位永远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并且刷新了整个世界对工程师的认知。他们纯粹的、不作恶的理念也始终伴随其中，以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宁可放弃眼前的利益，也绝不会损害用户的权益。这2者缺一不可，让 Google 从一众竞争者中杀出重围，从而对世界互联网格局产生了影响。然而 ，Google 上市之后的进程并没有延续 Google 之前的好运。
虽然开发了安卓，收购了 YouTube， 但侵权诉讼和微软的正面竞争，和苹果的剑拔弩张，鼓舞中国的进入又退出，一轮轮的挑战从未停止。